自显庆元年那场大病之后，一入腊月，娘子总是要病上一场，说是风寒，实则是底子亏狠了，身子还未调理好。金秋冷得比往年更早一些，可不能大意了。这身子弱呀，可以将养。可我急的是，如今我和阿成已有了开儿和叶儿，安三娘和韩医师也早就有了小妃，唯独娘子这肚皮静悄悄的。郎君倒是不在意这个，可西周的这些名门贵女，都盯着咱们府上呢。娘子已是一年好似一年，再调理一阵，兴许就好了。现如今啊，你是西周城内有名的女科圣手，你说娘子无碍，我就放心了。娘子想什么想得这般出神啊？郎君还有1日就回来喽？他们行猎明日便回来吗？我怎么记得还有2天啊？绝对不会有错，小谭数着日子呢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阿成若是晓得有人这般数着日子等他回来，一定是欢喜得很。娘子，你又取消婢子了？你怎么一着急又把婢子给带出来了？阿成如今已是西周城有名的人物，小心他不依。他敢！若不是你和郎君签下文书将我们放粮，我们夫妇和阿妮子子还都是贱籍，这些恩典我和阿成是要记一辈子的。怎么又说起这些啊？要说还是托了西周的福。长安良贱之间等级森严，要让你们得一个良人的身份，岂有这般容易啊？娘子，莫要在院子里吹风了。阿妮子子刚熬好的汤药，得趁热喝。阿妮子子的药虽苦，可是对身子是极好的。娘子这寒症一年比一年强了，但愿今年不要再犯了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把帖子的事儿给忘了。帖子上定的是明日，齐夫人的管事娘子送帖时过来叮嘱过，等着娘子的回话。便说多谢齐夫人，我定然会去叨扰。娘子，你齐夫人难不成还能吃了我？我倒想看看，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娘子，娘子，阿郎回来了。娘子，怎么今日便回来了？不是说明日才到家吗？每年今日你就要开始调药，今日可记得吃过药了？阿妮怎会忘了此事？刚刚吃过。果然好了些，手都没这么凉了。哎，云衣呢？这回他可玩得尽兴。玉郎啊，为了哄他高兴，特地赶了只黑狐到他马前。他已经得意了3、4日了，待会儿见到他，记得夸赞他一番。云衣嫁给玉郎做侧室的时候，我本还是担心的，没想到玉郎竟对云衣这般宠爱，在西周能跟着行猎的，怕是只有云衣了。怎会只有他？难道你把自己忘了？待你养好了身子，我也带你去。慢点。
郎君，娘子，您快看，这些啊都是郎君新猎来的赤狐皮，成色极好。哦，这还有狼皮、兔子皮、塔皮，真好看。子子，子子，快来看，我前日亲手猎了一只黑狐。黑狐，便是这张。当真是少见。我打猎也算打得多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黑狐。我一猎到就跟玉郎说，西周只有子子配穿它，可不许推脱。什么配不配的，还是少说些吧，当心被人听了去。芸娘，齐夫人可告知你，都督府明日有小宴。方才我换完衣裳便过来了，无人与我说过什么。横竖什么宴我也不爱去，跟那些人吃酒说话，还不如在屋里等明年下雨呢。琉璃也接到了帖子，你还是随他一起去吧。此事想来与你多少有些干系。我都半年不曾与他们说话了，与我有何干系？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子子，快坐。你说吧，究竟什么事儿？其实啊，也没什么。你也认得的那位张夫人，前几日到我这里旁敲侧击了一番，说子嗣才是依靠，我该帮守约娶个平妻或者纳个贵妾，以免日后老无所依，被我回绝了。齐夫人啊，多半是想趁着你们狩猎回来之前圆了这事儿，谁知你们竟提前2日回来了。这个张夫人，真是太闲了，怎么又找到子子这儿来了？半年前她也找到我，拐弯抹角的说了半天，说女子要贤惠大度，要替夫君着想。司马身份高贵，要找一位身份高贵的高门女子来替他打理事务。那你是怎么答他的？我便回道：“难道你想嫁给玉郎？”把那张夫人气得在那儿直喝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那你既然不想嫁给玉郎，为什么要管他的事儿？难道是太闲了吗？”事后我跟玉郎说，玉郎夸我说得好，以后再有这种不识趣的人，即便是长辈，我也不用给他们留面子。也就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才能降得住他们。子子，你莫不是怕明日去屈家还会遇到那位张夫人？大不了云姨陪你去就是了。那明日就要辛苦你一趟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能让人欺负了我子子。我当真是有些不明白。云姨她性子直爽，自是不会把齐夫人和张夫人放在眼里。可屈司马为何不提点她一点？得罪了齐氏，对云姨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可知那齐氏、张氏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张氏、齐氏他们，以前在云姨面前絮叨也就罢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怎么现在突然管到我头上来了？屈都督如今身子不大好，这2次行猎，他都未曾参加。屈都督身子不好，和咱们府上的事有何关系啊？其实天下世家都差不多，为保门庭不衰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过去西周的高门里，来自敦煌的张氏和齐氏最为显贵。他们2家与屈家世代通婚，同气连枝。过去的高昌，上至王侯，下至门吏，均是由这几家把持。可如今事过境迁，屈都督在世还好，他所重用的幕僚、官吏都是高昌旧人。但是屈都督一旦有个3长2短，那些高门又该如何？以前司马府不收侍妾，自从云衣之后，他们又在玉郎的身边试探了无数回，都被挡了回去。如今屈都督身子不大好，
估计他们也是着急了，这才想到要从云衣这边下手。难怪玉郎巴不得让云衣给这些人多吃点苦头。他们现在转头来找我，可是想退而求其次。怎么，你夫君竟然是其次啊？哪里的话，在他们眼里，自然是我这病秧子才是其次啊。胡说什么呢？我就随口一说嘛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是在唱哪一出？你也知道，如今朝廷又提拔了苏海正，想必屈家前几日便收到了消息，估计他们推测，朝廷之后会由我来接任西周。司马那边不会让他们如愿，自然是把主意动到了你头上。难怪这些自负门庭高贵的西周贵妇居然关心起我来了。原来他们是怕将来由你接任西周都督。这倒是，我既没有家族依靠，又没有子女傍身，最是有机可乘了。如今我们的身子都不大好，还是先把身子养好要紧。等身子好了，就什么都会有了。这个价格倒是可以接受，最近丰产，粮价比往年又低了2成。只是西域最近还算太平，这事儿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，九郎可真有把握。这收割5万担粮食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最近风调雨顺，西周民间收个10几万担余粮也是有的，为何非要去外地收购？三娘不必多虑，我自然是有几分把握，才会劳烦于三娘。见过司马。守约。哎，高句丽如今阵势未平，今年朝廷还会对西域用兵吗？如今这西域，大乱一时还不会有，但是有吐蕃这般强敌伺机而动，小乱是在所难免了。如今就看大总管苏海正是否有心用兵罢了。玉郎，你若是他的话，是想在西周终老，还是立功还朝？更别说那战端一起，便有粮草布帛可调，金银男女可掠。倒也有道理。那我就先不打扰司马跟长史了，告退。你竟然如此警惕，岂不知如今西周你才是最大的匪屯？不过，以你和尊夫人的手段，要是被那些妇人害了，我便从南门跳到交河里去。若只是那些妇人，我还不会担忧，连芸娘他们都无可奈何，更何况是琉璃。但是如今的境遇不同，你是屈氏子弟，他们在你身边送上他们的女儿，那自然是锦上添花。若是不成的话，那也不会因此问罪于你。但是我却不同，我是个外人不说，在西周这些年做的这些事，兴州学、定户税、开商路，哪件事情是他们乐于见到的？如今既然无法笼络我，那宁可挤走我、拉落我，也不想我成为这西周之长。你裴守约是什么人啊？想当初你身边没人，手上无权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奈何不了你。可如今呢？以你在西周的威望，你真比高呼说一声都督反了。这西周4万人得有3万人跟你一同杀进都督府，剩下那1万人呢，站在原地看热闹。那些西周脑满肠肥的高门胆敢动你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哎，
这种混话你也敢胡说啊？好久没见静娘，今日我竟是来对了。我确实来错了。要知道有你陪子子来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在这看这群闲人，哪里的话，我领情的很。齐夫人，云姨今日得闲前来叨扰，请夫人莫怪。芸娘原是贵客，往日那般下帖子，也是1年半载不肯露一面的。今日却是不请自到，真是我等的荣幸。好说，我原是爱凑热闹的，今日既然子子来了，我自然也得跟着来，省得有些人乱说话，惹子子生气。不知芸娘想喝些什么？昨日玉郎带回来的桂花春似乎还可口。阿史那娘子果真是女中豪杰，这还未开席便要饮这等烈酒，难怪满西州的女眷只有娘子能跟着男子们去狩猎。郭夫人也想去狩猎？让参军带上夫人就是了。除了有时不能洗漱沐浴，别的我看也都还好。若放在以前，的确是不足为惧。可是此次偏偏是那苏海正任了行军大总管。我若没猜错，他新官上任第一把火便会烧在西州。此次若是当年的事情重演一遍，还是腹背受敌的情况，你还有几分把握能让苏子玉无功而返啊？10成。好。裴长史，屈都督有请。家父找你，怕是与你近期烦心之事有关，自求多福吧。那还真是多谢司马提点了。告辞。敏娘见过裴长史。敏娘是曲某故友之女，久闻守约，常于茶道。今日我得到了一些好茶，就想请你过来一起品鉴一番。今日这茶可十分难得呀！我想来想去，在这西州城内，恐怕也只有他的手艺，才不会糟蹋了这茶，这才请他过来。库迪夫人到西州也有7、8年了，看着竟是容颜依旧，可见平日是舒心的。
真真羡煞我等。夫人过奖了，琉璃不过是性子疏懒，不愿管事罢了。西周城谁不知库迪夫人原是个有福的？像我们这些人，不知要欠多少儿女债，操多少后怨心，只为日后能求一个安稳热闹。少不了如今强撑着正命罢了。嗨，比不得库迪夫人的心宽。原是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夫人莫怪我阿嫂，她也是有口无心。说起来，咱们这些人其实心里都是羡慕夫人的，不怕夫人笑话，我便不知道有多羡慕夫人。似我，如今看着也还风光，可日后嘛，我若是有走在屈都督之前的福分也就罢了，若是不能有，日后终究只能依靠兄嫂侄儿度日。今日煮的是百寿秀碧茶，小女子恭祝都督长命百岁。好，好。长史，青玉流芳。哎，快尝尝。守约，意味如何呀？果然是好茶。哎，不瞒守约呀，这敏娘看着容颜正盛，其实已经过了双十年华。说起来，这也算是老夫的一块心病。敏娘的父亲是敦煌的张氏子弟，也是屈某的至交好友，不幸死于贞观14年那一战。守约，老夫不妨直言相告，我这身子骨啊，恐怕是不行喽。看朝廷如今的用人之策，这西周的重任十有八九会落到你肩上。你在西周这7、8年里，那所作所为，是有目共睹的呀。西周如今是库房充盈，民心安定。那多半都是你的功绩。若西周能得长官如你，乃是数万子民之福啊！夫人不必多虑，都督待夫人情深义厚，自然是会替夫人打算的。此事都督纵然有心，也是无力。我的身份已是如此。一旦离了西周，离了都督，便什么都不是。于屈家来说，并无半分干系。屈家再是大度，又岂能将一儿半女记在一个外室名下？何况，就算他们肯容得下我，我又焉敢离家万里去长安自讨没趣？似我这般无后之人。我说这些做甚？没得污了夫人的耳朵。夫人的身子贵重，裴长史的子女便是夫人的子女，自是后夫绵延的。我敬夫人。都督春秋正盛，区区小样，定然不足为患。邢简在西周所作所为，都是多亏了都督鼎力相助。此话的前面那一句不过是宽心之语，不说也罢。后面那句，我便厚颜领了。守约，你可知道，在这几年里，有多少衣冠之士将你告到我跟前？都督对邢简爱护有加，邢简铭记在心。我护着的，其实不光是你，还有他。
他们。这些人要真与你作对，只怕是加起来也不是你的对手。说到底，他们对你有如许戒心，不过是因为你是一个外人。此事要解决起来，倒也不难。守约，你可明白老夫的意思？子子，你怎么了？我闻着这桂花春香甜，不敌房间喝急了。子子，你也太大意了。这酒虽然闻着香甜，却是极烈的，用些吃食压一压吧。说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咱们做主母的，终不能为了一时之快，就连后路都不顾了。所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有些事情需要早做打算，有些东西命里无时，莫强求。莫强求？那我倒想问问，为何不能强求？张夫人说得好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权势富贵，人人都喜欢；百代兴旺，家家都期盼。可天下哪有这般便宜之事？却不知世有兴衰，月有亏盈才是常理。这也罢了，大家都是痴人，不过所吃之事不同而已。最让人感慨的，却是那种打着为旁人着想的幌子，实则给自家谋利的算盘。真当除了自己，世上的人都是傻的吗？邢简从未想过与哪家哪姓做对头，也不能为了一时之安稳，做他人之傀儡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这世上之事，哪有那么多恩怨分明之处？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平白树下那么多对头？况且此时不同往日啊。那苏海正如今做了行军大总管，你当真没想过，日后一旦稍有不慎，就会腹背受敌？自然是想过。这2日，邢简一直在想往后的局面。但是有些事情，就算是腹背受敌，便是四面楚歌，邢简也绝不能做。守约，老夫今日既不是叫你来收取他们的钱帛，也不是求你去提携他们的子弟，不过是希望你身边能收一个西周女子，好让他们觉得你并非防他们如虎狼，视他们为仇寇，好歹也算是半个自己人，他们便不会再对你这般满怀戒备。再者说，我视敏娘如亲生，此番亦是想有人能照顾她一二，将来莫叫她被人欺辱了去，这样老夫也能够心安了。更何况，敏娘若是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，这不也挺好吗？都督，这些年对邢简的恩义，邢简没齿难忘。若是能保得张娘子一生平安，就算报答都督一二，邢简愿意试一试。好，这张娘子早逝双亲，孑然一身，和邢简说起来是同病相怜。邢简福薄，此生没有兄弟姊妹，都督若是不嫌弃的话，邢简愿意收下这个义妹。好，好啊。这桂花春果然烈得很啊！正是，
今日酒猎，琉璃喝得有些急，不胜酒力，请恕我先行告辞。我去送送他们。司马等着回复呢，你再进去问一声，都督有没有看文书啊？王明府还是莫费那个力气了，都督此刻忙得很，除了西周发兵，旁的事儿，绝顾及不上。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哎，那你在这儿做甚呢？自然是我家长史，若是在里边喊声救命，白三儿便立刻奋不顾身跳墙进去抢他出来。哎呀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！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你那么有本事？不可能。等等，王明府为何还没有回来？我已经派人守着了，等王明府一回来，便请他过来。劳烦知会长史一声，午后夫人饮了酒，身子有些发热，让她赶紧回府一趟。哎，你。有劳王明府，都督，请您进去回个话。都督，可曾看过那文书了？你别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的，不就是玉郎让你过来打探消息的吗？我真是怕那些人不知死活的惹到守约的头上，若是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转圜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日后双方真的要起了冲突，你一定要尽力从中说和说和。巨梦定当全力而为。敏娘，屈家耽误了他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就自己生病了？不是你让阿成传的话吗？若是到了日落前2刻还未归家，便找个借口叫你出来。我看司马也在等你，横竖好些人都知道我喝酒喝急了，这借口最是好用。对了，都督留你这么久，难不成也是要送你美人？果然被你料中了。不得已，没有和你商量，我便收了个义妹。义妹？谁啊？我可认得。张敏娘。子夫，你怎么认了她做妹子？她性子古怪，我最不耐烦与她打交道了。有了张敏娘做义妹，要看你怎么收场了。我不过是看到都督着实有些担心，想让他放心罢了。子子，日后若是张敏娘来找麻烦，你不要理她。只怕她来了，我还不能不理。
那若是他来了，你就赶紧找我过来应付。子子如今正该静心养着，哪能被他烦扰啊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烦扰到咱们的。我说前面怎么静悄悄的？原来你们一大早便要在这儿喝着苦叶子咸水。云一，你便少说些这种怪话吧。米娘的茶汤也快煎好了，你也喝上2杯。倒是许久不曾见芸娘了。茶汤好了，2位娘子可要尝一尝？我才不要喝那个呢。多谢米娘煎的好茶。想是阿嫂的茶好，米娘不过借花献佛罢了。果然是含香悠远，回味绵长。是吗？米娘若是喜欢，这种茶饼大约还有一些，待会儿我让人都给你包起来。回禀夫人，我家娘子日常是喝惯了茶中第一绝品蒙顶石花的。这种石花什么的，家里可有？咱家原是有的，可郎君说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就没让安三娘从长安再带过来了。阿嫂休要听娜娜胡言，做妹子的头回上门，岂能轻易骗得阿嫂的好茶去？说来米娘倒是给阿嫂备了一份薄礼，不成敬意。这是米娘做着玩的，虽然粗糙，但是比旁的笛子更经用一些。阿嫂莫要嫌弃。娘子何必自谦？我家娘子是出了名的心灵手巧，自幼便爱抚琴弄笛，可在西周竹笛容易皲裂，娘子索性突然从江南带了上好的紫竹，精心制作而成。就连最好的匠人也要甘拜下风的。原来如此，真是难得。不知米娘今日可有别的安排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不知阿嫂有何吩咐？也没什么，只是尚有一事需趁午前收尾，所以还要请米娘稍等片刻。把架子搬出来吧。是。今日便能得了。好了，云一，你自己过来看看。子子画的真好，这画拿回去给玉郎瞧，他一定喜欢。米娘今日才知道什么叫神形兼备，妙手丹青。阿嫂的一幅画，当真令人叹服。这也不难，只是要多花些时辰而已。米娘若是喜欢，我也帮你画上这么一张，如何？这如何使得？米娘这般容色，能入画久存，方不会被岁月辜负。
画这种画坐着不许动，很无聊的。张娘子那么忙，哪有这个时间呀？芸娘说笑了，我一个闲人怎么会没有时间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将军，此番秋辞乱党叛乱，兵力不过数千，属下带本部人马便可剿灭。就这几千杂兵，怎还许我大唐天军亲至？府兵足以平叛。